在这个衣不蔽吃、食不果腹的原始社会，生存是一场绝望的赌博。别的部落还处于茹毛饮血的石器时代，我却带着族人直接跨越到了农耕文明。这里的粮食多到吃不完，铁制兵器领先整个时代整整几千年。只因我曾经是21世纪的一名土木工程师，在工地抢修电缆时意外触电，魂穿到青石部落这个刚病死的倒霉蛋身上。凭着跨越几千年的现代知识，蛮荒大地又如何？我要在这里建起一座最繁华的城，缔造一个全新的原始文明。浑身骨头又酸又僵，冷得刺骨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操！我明明在工地抢修设备意外触电，怎么一睁眼直接穿越到了蛮荒时代，还占据了这具瘦弱的原始人身体？对了，穿越者的标配都是金手指，我的系统呢？赶紧出来报道！我操！不是吧？居然没有系统！这让我一个现代人怎么在危机四伏的蛮荒时代活下去？陆川，你醒了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昏睡了3天，一直在发低烧，我们都快没办法了。现在部落没有火，也没有多少食物，能不能熬过的这个冬天，只能看天意了。天意？火种灭了整整3天，部落里最会生火的老人每天不停地钻木，连一点火星都钻不出来。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野兽全都躲进深山里去了。再没有火，不用等天下雪，今天夜里我们就能被冻僵，所有人都得死在这山洞里。难怪原主会死，原来是熬不过饥寒病痛。但这群人虽然濒临绝境，只要有火，一切就还有救。作为一名21世纪的高级工程师，更有10年的野外生存经验，徒手生火对我来说小菜一碟。不用等天意，火我能生。连部落里最有经验的老人都束手无策，你凭什么？大家钻木取火，靠的都是蛮力和运气，运气不到，再怎么努力也没用。你别逞强，现在大家心里都慌得很，要是你试了却落空，大家最后的一点心气就彻底没了。不是运气，是方法。你们所有人的生火方式从一开始就错了。找一块坚硬的干木头做底座，再找一根笔直的细软木杆，另外准备一团最干燥的雾药草和细木屑，越快越好。60度是黄金摩擦角度，在这个角度下聚热最快，热量损耗最低。这帮原始人只懂得垂直蛮干，当然钻不出火。冒烟了，真的冒烟了！火，我们真的有火了。从今天起，青石部落永不缺火，不再受冻。你这法子到底是怎么琢磨出来的？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靠蛮力钻木，从来没想过还能这样生火。做事不靠力气，靠规律，找对方法，事半功倍。一味蛮干只会白白浪费力气。有火就好了，我们可以吃熟的东西，夜里不怕冷，野兽也不敢轻易靠近了。火只能暂时保命，这个山洞依旧不能久住。山洞是我们唯一的庇护所，能遮风挡雨，还能躲避凶兽。不住这里，我们还能住哪里？这里常年潮湿不通风，地面上全是积水和绝气，最容易滋翻病菌。族人频繁发低烧，伤口溃烂，体弱生病，根本不是什么天意，是因为居住环境太差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每次给族人处理伤病，大多都是因为受凉受潮引起的。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别的。既然没有，我们就自己建。明天开始，我们搬出山洞，建自己的房子。虽然我不知道房子是什么，但既然你敢带头，我们就敢跟着干。部落里所有人都听你的安排。铁山，你带青少年去挖土、砍树、搬运石头，记住，耕坑必须挖得深浅一致。清河，你带女人和孩子们去割茅草、整理建材，把沙土筛细，顺便清理周围的杂草。阿木，你跟着我学习怎么划线、丈量、炒平，一定要反复揉捏，把里面的杂质和气泡都排干净，这样夯出来的土墙才不会裂开。这泥土被压实之后，感觉硬邦邦的，竟然比石头还要稳固。分层夯实结构才会稳固，根本不怕风吹雨淋。屋顶上要密密地铺上2层茅草，最外层再铺上1层薄土压实，既防雨又放风。屋里还要留出通风口和排水的小沟，彻底告别潮湿。结实，太结实了！这房子确实比山洞靠谱多了。不冷，一点也不湿，太舒服了！我们真的有新房子了。我们终于不用再蜷缩在阴冷的山洞里等死了。从今天起，青石部落正式安居，不再学居求生。房子和火堆都有了，
可猎物是越来越难抓了。山里天冷，野兽都躲起来了。要是再没有肉吃，老人和孩子怕是撑不过这个冬天。外面的野果和野菜也快摘光了，可进山打猎太危险了，部落现在真的经不起伤亡了。不用进山搏命拼杀，我们也能拿到足够的肉。不进山和野兽厮杀，肉就能自己跑来。荒野的野兽精得很，怎么可能主动送上门？野兽不会主动送上门，但它们有固定的行走和饮水路线，我们不靠人力去追，而是利用地形，在它们的必经之路上设下陷阱，坐等它们上钩。陆川大哥，陷阱真的能抓到野兽吗？当然可以，不用流血，不用冒险，我们要以巧取胜。这3条是野兽必经的兽道，我们就在这里动手，把陷阱挖成倒梯形，坑壁往里面倾斜。野兽一旦掉进去，脚下打滑，根本没办法蹬着墙壁爬上来。坑底插上细木桩，只要困住它们就行，不用直接弄死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们以前老是抓不到。你们以前那是碰运气，我们现在靠的是设计。好了，大功告成，现在回部落等着。就这么简单弄弄，真能困住那些凶狠的家伙？傍晚，自有答案。有动静，山里有动静，抓到猎物了！我打了10几年的猎，天天跟野兽搏命，我从来没想过打猎居然能这么轻松，原来真的不用拼命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肉，族人们这个冬天再也不用挨饿了。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常态，不靠拿命去换食物，要靠智慧安稳的生存。有火，有新房子，还有吃不完的肉，咱们青石部落总算是熬出头了。这个冬天肯定能稳稳坦坦的过去。陷阱捕猎只能用来应急，靠山里的野兽过日子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等到了冬天大雪封山，陷阱会被厚雪覆盖，野兽也会彻底绝迹，到时候我们依旧要挨饿。那我们还能怎么办？掌控不了自然，我们就自己创造粮食。捕猎和采摘说到底都是靠天吃饭，要想让部落世世代代安稳下去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开荒种田。种田，地里的草也能变成粮食，那荒地里的杂草怎么能养活我们这么多人？这是椰素，很适合当做主食。它如今颗粒细小，是因为野生无人照料，只要优选良种，垦田耕种，浇水施肥，就能收获大量粮食。这颗粒也太小了，真的能够当主食？一代代的选育精心耕种，它的颗粒就会越来越大，产量也不断提高。有了充足粮食，我们便不再畏惧寒冬与饥荒，彻底告别靠天吃饭的生活。就在这里开荒，这里向阳，土质肥沃，旁边有水，排水也方便，是最好的良田。原来地还能整得这么干净，整整齐齐的，看着就舒服，跟以前乱糟糟的荒地完全不一样。种地讲究规整，水和肥都要跟上。挖好这条引水渠，干旱的时候就放水浇地，下大雨的时候就用来排水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既不怕旱，也不怕涝。陆川大哥，这些小种子真的能长出满满一地的粮食吗？只要我们好好伺候它，等到秋收的时候，这里就会变成一片金黄。到时候粮食多的吃不完，足够我们所有人安稳过冬。我们真的可以自己种出粮食，以后再也不用挨饿了。这仅仅是个开始，总有一天我会用现代的知识彻底改造这片蛮荒。我要带着青石部落在这里建起一座最繁华的城墙。3头猎物吃了2天，没有保存手段，剩下的肉已经开始腐坏了。又坏了，昨天扔掉的那条羊腿，我心疼了一整天。没有容器储存，没有器皿煮沸，生肉撑不过2天，靠火烤只能吃当顿，剩下的全烂在地上，白浪费。我知道，可我们拿什么装？兽皮兜不住水，木碗烧不了汤，树皮盛不了油脂。明天我教大家烧陶，泥土经高温烧制，能变成坚硬的器皿，盛水不漏，煮汤不裂，储粮防潮。泥土，泥巴淋了雨就散，干了就裂。我这辈子见过无数种泥，没见过哪块泥能当顽石。生泥不行，熟泥可以，就像生肉不能久存，烤过之后就变了性。泥土也一样，经过高温，内部结构会彻底改变，变得坚硬致密，不吸水不怕摔。你说干就干，要挖什么土，我去。铁山变了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本能的质疑和冷哼，而是开始询问该怎么做。
质地绵密，几乎没有沙粒杂质，湿度适中，手感极好。就是这种纯净粘土，颗粒细，可塑性强，是最好的制陶原料。铁山，让人挖2筐回去。快去！纯粘土烧制容易开裂，掺入细沙增加骨料，热胀等缩时不易爆裂。沙不能多，多了松散不成形，也不能少，少了烧出来全是裂纹。3分沙7成土刚好。底厚壁薄，受热均匀，口沿外泛，方便倾倒，腹部圆鼓，容量最大化。这就是最基础的主食罐。点火。够了。封窑，明早开窑。去盛水试试。不漏，泥巴真的变成碗了，能装水。不漏。我活了30年，头一回知道泥巴能比石头还硬。有了陶罐，大家就能喝上热汤了。后面煮食储粮，装水盛油，全部用陶器解决。昨天巡查陷阱时，那条野兽踩出的兽道旁，多了一串不属于我们部落的脚印，步幅短粗密集，像是一群人在小心翼翼地行走，方向正是朝着我们这里。铁山，今天开始村寨外围加设3道暗哨，日夜轮换。出什么事了？可能没事，也可能有人在靠近我们。警戒的暗哨悄无声息地射了3天，到了第4天凌晨，天色未明，南边松林有动静。那里至少7、8个，我带人冲过去，先制住再说。不急，他们不是来打仗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夜袭才是最佳时机，他们在那儿蹲到了天亮，说明在犹豫，在观望。而且你看最左边那个，身形太小，是孩子，哪有带孩子来偷袭的？藏着的人出来吧，我们已经看到你们了。我们不是来抢东西的，我是溪谷部落的长者燕博，我们部落没了。怎么没的？半月前山洪冲了我们的洞穴，存的食物全毁，火种也灭了。我们往南走，想找新的山洞，走了7天，饿死了3个人。2天前夜里，我们看到了你们的火光，还有房子。活了5从没见过有人能在野地里建出遮风挡雨的屋子。我们不敢贸然过来，怕你们把我们当敌人。陆川，我们自己才30几口人，粮食也不算富裕，收留他们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多10几张嘴要养，对不？陷阱1天能抓几头猎物？2、3头不在话下。田里再多开2亩，能不能种？人手不够，这不就是了？我们缺的不是粮食人，田要人种，陶要人烧，房子要人建，哨要人站。30个人干的活，45个人干，每个人都轻松一截。如果你们愿意留下，就是我们的族人，但规矩还是要守的。进了罪再统一听从安排，出力干活按劳分时，不搞特殊。能接受现在就跟我走。愿听安排。溪谷部落的人，从今往后就是青石部落的人。不用跪，进村先吃饭。清河，阿木去烧热水，把昨天的骨汤热上，再拿几块干肉出来，孩子先吃。我去多巡一圈。这是泥做的陶器，我们自己烧的。你们从北边过来，一路上还见过别的部落吗？3天脚程外，河对岸至少还有2、3个小部落，我们路过的时候。他们也在迁徙，往南走。为什么往南？北边今年冬天来得太早，第1场雪已经下了，雪一下什么都没了，他们撑不过去的。那就多建几间房子。严伯，你在溪谷部落管了30年的人，从今起，你负责腹中协调所有人的人日常事务。谁跟谁搭伙干活，谁跟谁合不来，你来调。我干得了。你们身体还没恢复，重活先不碰。从今天起，跟阿木师学陶，等缓过来了，再干建筑和开荒的活。我以前是猎手。很好，等你身体恢复后，我让铁山带你去布置陷阱。但是现在去搬陶泥，20斤搬得动1筐，搬不动就搓泥条。新的秩序迅速建立。燕伯凭借经验，很快平息了新老族人之间的几场小争吵。然而，大自然的考验却毫无征兆地降临了。
早霜，田里的素苗才出筒1寸，根系太浅，如果冻到天亮，幼苗会全部死光，这半个月的开荒就全白费了。快起来，田里要出事！什么情况？早霜，苗要冻死，叫所有人现在马上到田里集合！全部起来，田里要出事了！铁山带一部分人去砍些松枝回来，越多越好，直接扛回来铺在苗笼上。青豪带妇女去取干草、旧兽皮，能盖的全拿来盖上。阿木带剩下的人沿田边点火堆，间距10步一堆，浓烟越大越好。烟有什么用？烟雾能拦住地面热量散失，给幼苗多撑2个时辰。快去！活下来了，幸亏人多。往后谁再说人多是负担，就来看看今天这3亩地，30个人来不来得及？危机过后，村赵迎来了短暂的平静，但北方的威胁却以另一种方式逼近。下午，陆川站在高坡上眺望北方，间距均匀规律，这不是山火，是人的篝火，而且最近的那一处，距离我们已经不超过2天的脚程了。果然，第2天的午后，南面松林的暗哨便传回了紧急警报。高坡上，一支20多人的队伍正沿着兽道朝山寨直线推进。队伍里大部分是壮年男人，走得快，阵型松散，但有章法，是常年在野外跑的猎手。领头那个块头不小，腰上挂着古刀，带武器，说明不是来讨饭的，那是来抢的。不一定，如果要抢，不会大白天正面走过来，带着武器走正路，更像是亮身份摆姿势。什么意思？觉得自己强，想居高临下跟我们谈条件。我是野狼部落首领烈风，你们的粮分我们1半。我的人3天没吃饭了。我带了20个猎手，个个能空手搏杀野猪。你们想动手，我不介意。阿木，给他盛碗汤。你们大白天走正路过来跟我要粮，说明还讲基本的规矩，不是真的土匪。你想要粮，行，但分1半这种话在我这儿不好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先看我们凭什么有这些粮，再决定你是要抢还是要坐下来。请。是你们种的？对，我们不只靠打猎，我们种粮食。县警每天稳定出猎物，田地到秋天收粮食。再过2个月，这3亩地的收成够50-60人吃半年。你想抢我的粮，能抢1顿2顿，抢不了一辈子。我给你另一条路，留出来跟我们一样干活吃饭。你的猎手归铁山统一调配上县警线，妇女孩子有房住，有热汤喝，但规矩和所有人一样，按劳分时，不搞特殊。我以前也觉得自己厉害，打猎10几年，拳头硬得很。后来我发现，能让所有人都吃饱，比能打死一头野猪厉害多了。别端着了，坐下喝汤。我的人能吃饭吗？都能，先吃，明天安排活。都过来，先吃饭。2只收了，北面还有1只烟火没动。你在想什么？严伯说北边冬天来得太早，烈风那边呢？我问了他一个猎手，为什么不往东走，绕过雪线，偏要往南拼命赶？他怎么说？他说东边的林子里有动静，地面会震，树冠成片晃，不是山洪，不是风暴，是活的。他说不清是什么，但整片林子的兽群都在往南跑，不只是人在南迁。有人来了，但不对劲，他们在跑。这种凌乱的状态，不是行军，不是单纯的靠近，他们是在毫无理智的逃命。不是人追的，是受伤，大腿外侧撕裂伤，野牛角挑的，我见过。铁山，带人接应，清河准备草药热水。牛群几百头往南冲。
从东边来的。你知道？听说了，具体什么情况，慢慢说。我们部落在东面2天脚程的位置，靠着一片矮丘扎营。5天前夜里，地开始震，起初以为是山崩，跑出去一看，黑压一片，全是野牛，几百头挤在一起往南冲，什么都拦不住，挡在前面的树直接被撞断。我们营地的围栏跟纸糊的一样。一头狂化野牛的死顶冲击力有多恐怖，我最清楚。几百头排在一起平推过来，那绝对是灾难。跑不赢，我们部落27个人，跑出来14个，剩下的……牛群现在的方向偏南偏西，速度不算快。牛群会停下来吃草喝水，但不会停太久。按他们走的路线，最多4天经过这里。4天，几百头大妖牛，硬拼不了，跑又能跑到哪儿去？苗田房子全完了。不跑，不跑。牛群不是洪水，它有惯性，有方向，它不会专门拐弯来冲我们，除非我们正好挡在它的路上。村寨在这儿，牛群路线偏东南，从这个方向过来。如果我们在村寨东侧挖一道壕沟，沟外立尖桩，牛群冲到跟前会本能避开，他们不会跳沟，不会去踩尖桩，会绕。挖沟多深？2步宽1步半深，够了。大角牛肩高5尺，前提要踏稳才敢跑。面前突然出现一道2步宽的深沟，他刹不住就摔，后面的会跟着拐。逼他改道。对，不是拦，是引。壕沟不用围一整圈，只需要挡住东南方来路。弧形两端延伸到河沟和松林边缘。牛群到了跟前，左边是沟，右边是密林，只能从南边绕过去。4天时间，82个人轮班挖，能不能挖出100步长2步宽的壕沟？能！我的人全上！赤岭的人也上。铁山带第一组30人，负责主沟段；烈风带第2组20人，负责南延伸段和尖桩制作。严博协调后勤，保证轮班不断人，水和食物跟上。清河带妇女和孩子把所有陶器、粮食、种子转移到北面石壁下的高处，万一壕沟没挡住，东西不能毁在原地。阿木跟我去定线放放。老子这辈子猎野猪无数，头回给野牛挖坑。哼，你当这是挖坑？这叫攻势，有区别。陆川说的叫被动防御体系。壕沟已经挖了近40步，进度比预期快。果然，人多就是力量。陆川大哥，我知道，来了，来了，4线边缘，比陈木说的快了至少1天。震动密集，持续，绝对不是几头牛能制造出来的动静。还有多远？正赶这个强度，30里以内，按牛群迁徙速度，明天午后到。原本4天的工期，现在缩成了不到1天。壕沟才挖了40步，连一半都没到。工地上工期被甲方砍掉一半的事，我经历过不止一次。方法只有一个，砍需求保核心段。铁山、烈风，所有人起来！提前了。明天午后，110步挖不完了，放弃2端延伸段，所有人集中到中间核心60步，沟深加半尺，外沿尖桩密度翻倍，牛群宽度撑死40步。只要核心段把正面兜住，两翼它自己会散。我去救人。我那20个人全拉上来，不轮班了，挖到天亮。去。
62步，深4尺，宽6尺，外沿尖桩3排，斜插入土，桩尖朝东南。够了！停工！所有人撤回村寨北侧高地。来了，不知几百头。上千头，路线偏差在5步以内，核心段正好挡在他们正前方。300步，200步，100米。村寨方向安全了。头没塌，桩没断，这62步的防线扛住了上千头野牛的正面冲击。工程师这辈子最有成就感的瞬间，从来不是图纸画完的那一刻，而是验收通过。等等。那块泥土的颜色不对，铁矿，沉，同体积至少是普通石头的1倍半重量，没有明显层理，品位不低。这是什么石头？好重！乐观估计，这下面的储量够用很久。这是什么？铁，这东西比骨头硬10倍，比石头韧10倍，能做刀，能做斧子，能做犁地的铲子。做出来的刀砍木头跟切肉一样，做出来的铲子一下能挖半筐土。比骨刀还硬。骨刀在他面前跟草棍没区别。这东西直接磨个尖就能当刀？不行，得烧。高温把铁从石头里溶出来，再锻打成型。需要多高的温度？比烧陶的火高3倍。陶窑最高能烧到什么程度？不够，得建新炉子。比陶窑高，比陶窑封闭，还得有风道往里鼓气，火不够猛，温度上不去。我年轻时听我爷爷说过一件事，说是很远很远的北方有个大部落，他们的首领手里有一把刀，颜色发灰，寒光逼人。那把刀砍石头不卷肉，砍木头像砍水，所有部落都怕他们。你说的铁是不是就是那个东西？那我们也要有。铁山，带人去河道下游找一种灰白色、质地松脆、用手能捏碎的石头。找那玩意儿干啥？那叫石灰石。造炉子需要耐火材料，纯粘土撑不住高温。铁河山，这名字起得好，我命里该干这活。密封加热，鼓风升温，木炭做换缓器，理论全懂，但这辈子从来没亲手烧过。这一步没有前人验证，没有第2次机会。陆川大哥，这东西建好以后，真能把石头变成刀？不是变成刀，是把藏在石头里的铁逼出来。铁一直在那儿，只是没人知道怎么把它弄出来。那跟你把我们从快死的日子里拉出来一样，我们也一直在，只是没人知道该怎么活。地面会震，树冠成片黄，不是山洪，不是风暴，是活的。上千头大角牛被赶出来，
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暂时没有震动，得快。不管东边的东西是什么，等它到的时候，我手里不能只有木矛和骨铲，我需要铁。第一层阴干，再抹第二层，必须严丝合缝。向地火创世入点，就看这些祝融剂了。这东西叫风香，火要旺得喂养，人呼吸要空气，火也要。我是。行，到时候你负责前半程。碎矿石、木炭、石灰粉一层叠一层，像积木一样码放到炉笼2/3处。古风，准备好工具，我开扎口了。这就是铁。凸铁还得反复锻打才能变成能用的熟铁，但最难的一步过了。比石头沉得多。这东西能做矛头，能做任何东西。我们的时代开始了。陆川大哥，东边那是什么？来不及了，得更快。